每次你受伤的时候，我和你父亲都很心疼。你舅舅把你养大不容易，你要好好孝敬他。未来的路不要怕，只要你想，我们就在。琴弦已停了许久，金陵仍不断抹着泪，还没有从刚刚的情绪中出来。江澄看金陵哭得伤心，难免心疼，却又拉不下面子安慰。魏无羡看他一眼，猛地伸手把他拽了下来。阿玲交给你了。接着也不管地上救生二人的脸色，径直走到蓝忘机身边。蓝湛，换我了。魏无羡也不嫌地上的灰土，直接跪坐在地面上。蓝忘机没有拦他，只是抬起眼帘，目光中流露出微微的担心。魏无羡冲他微微一笑，示意自己没事。想了想，魏无羡轻声道：师姐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我是阿羡。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对不起，迟了这么久才来看你。师姐，你恨我吗？只有魏无羡自己知道，他问出这个问题用了多大的勇气。江厌离临死前还在说：阿羡，你之前怎么跑得那么快？我都没来得及看你一眼，和你说一句话。我是来跟你说。可是还没等他想好该给这个弟弟说些什么，便香消玉殒了。魏无羡始终等着江厌离给他下最后的审判，却一直没有等到。这么多年，他不是没有想过师姐可能会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不恨你，不怪你杀了金子轩。不可能，金子轩是师姐喜欢了多年的人，是师姐的夫君，是金陵的父亲，他不可能不怪自己。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师姐又会怎么想自己？魏无羡不敢再想下去，只紧张地看着蓝忘机白皙的手指在忘机琴上弹奏了一段。没多久，琴弦便颤巍巍地响起。魏无羡听得出来，这段琴音中有一种叫做温柔的情感。还没有听到蓝忘机的呓语，魏无羡却仿佛已经知道了江厌离到底对他说了什么。蓝忘机抬头看他一眼，突然抬起手在他的脸上轻轻划过。魏无羡猛猛地抬起脸，这才发现自己掉了一颗泪下来。他说不必道歉，他从来不曾恨过你。魏无羡对着江厌离的牌位笑了，他泪眼迷蒙，却仍旧笑着，不断有温热的液体从面颊上划过，但他还是努力的在笑。师姐喜欢他笑的，他想，师姐说过他一笑起来，总引得他也想笑。10多年的负担，10多年的疼痛，10多年的挣扎，终于在这一刻全部消失殆尽。魏无羡接着道：师姐，你看看呀，这个人就是我跟你说过很俊的蓝湛，他现在是我的人了，你看他满意吗？蓝忘机有些不好意思，耳根有些红了，他低了头，迅速弹奏了一长串。魏无羡笑着看着他，伸出手去摸他红红的耳朵。琴弦与此同时响起，这次音调轻快了很多。魏无羡仿佛听见了江厌离轻轻的笑声。的确很俊，和我家阿羡就是天生一对呢。未来有他照顾你，我很放心。对了，有机会也帮江澄找个合适的对象，如果能有人也照顾好他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江澄似是有些羞恼，但也不能反驳些什么，只提高了声调道：姐，竟是像个撒娇的小孩子。魏无羡又笑了起来，和蓝忘机一起抬眼看着江澄。正当祠堂气氛逐渐变得和谐起来时，蓝忘机突然沉声道：问灵时间已经过长，江姑娘的魂魄将要进入疲倦期，不宜再问。其余3人俱是一惊，这才想起此事。金陵抢着道：那快让阿娘休息吧。魏无羡也道：蓝湛，你给师姐说一声，我们过段时间再续。蓝忘机颔首，扬手拨了长长的一段琴音。魏无羡微微觉得有些不对，他扬眉看着弹琴的蓝忘机。午时的阳光已极为灿烂，从门缝中泼洒在地上，又沿着地面爬到蓝忘机的身上。此刻的蓝忘机正沉着眼眸，一丝不苟，认认真真地弹奏着问灵，与之前就金陵时信手而弹的感觉大不相同。魏无羡看得有些呆了，琴音已经落了半晌，他仍呆呆地看着蓝忘机的脸。金陵已经恢复过来了，这是他第一次与母亲交流，此时心中极为雀跃，但想到自己的家主身份，他眨了眨眼，右手握成拳抵在唇边，大声咳了2下。金陵还没张口嘲笑魏无羡的一脸迷恋，就被江澄一巴掌拍到头上。多大点小孩，装模作样扮什么大人？
江澄一语戳碎了金陵好不容易办起来的家主样，他嗷的一声捂住头，瞪着江澄吼道：“干嘛又打我？我阿爹阿娘都能看见的。”江澄瞥了他一眼：“你娘看见也不会骂我的，至于你爹……”他冷笑一下：“难不成我还怕他吗？”虽然知道了江厌离的魂魄仍留在人世，但江澄认为忌日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，因此四人在祠堂又待了许久。但是与之前悲伤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江澄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，魏无羡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江澄这样嘴角微微上扬的模样了。一直忙到晚上，魏无羡和蓝忘机才和江澄、金陵分开，两人也不急着回屋，索性就在莲花坞里慢慢的转着。魏无羡转过身子，面朝蓝忘机倒退着走，他嘻嘻笑着，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不仅要看着他脚下的路，还想抽空看看他的脸，因此眼帘不断掀起又垂下，纤长的睫毛不断上下颤动，看得魏无羡心痒痒的。魏无羡突然站定，而蓝忘机此刻正好在看他的脚下，迈了一步就撞在了一起。魏无羡恰好扑进他的怀里，魏无羡抬起胳膊环住蓝忘机的腰，把脸埋进他的肩窝，猫一般蹭了蹭，满足地哼了哼。蓝忘机愣了一瞬，接着便将魏无羡抱得更紧了。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为什么突然停下来，开始这样一个安静的拥抱，但是这种感觉太愉悦，他也不想开口打破这难得的温情时刻。不知抱了多久，魏无羡才稍稍推开蓝忘机，凝视着他琉璃色的眼眸，魏无羡问道：“蓝湛，你今天是不是跟师姐说了些别的？”蓝忘机微微一顿，低声嗯了一下。魏无羡凑过去亲了亲他，又蹭了蹭他的脸颊，问道：“给我说说你说的什么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只摸了摸魏无羡的头，就不再说话。魏无羡不依了，抱住蓝忘机的腰，在他胸前蹭来蹭去。“二哥哥，好哥哥，说说嘛，说说又没什么损失，好不好嘛？说了就给你，3个亲亲。”蓝忘机看着魏无羡撒娇的模样，心都要化了，唇角不自觉的就漾起一抹笑意。魏无羡登时眼前一亮，只觉霜雪天降，月华满堂，整个人都看得愣住了。不过蓝忘机瞬间就把笑意收了回去，紧了紧搂在魏无羡腰间的手，不让他乱动，淡声道：“我说谢谢他多年来对你的照顾，未来的日子就由我来接替他继续照顾你。”魏无羡听着他低沉的声音，知道蓝忘机这是在他师姐面前庄重的承诺，心中更是揉了揉，捧着蓝忘机的脸就是一阵乱亲。魏无羡亲完之后，又捧着蓝忘机的脸看了一会，想起来今日始终有种朦胧不明的感受。蓝忘机端坐在地，一丝不苟、认认真真弹奏问铃的模样很是眼熟。他突然有些头痛，皱着眉头伸出一手按揉自己的太阳穴。蓝忘机见他眉头皱起，立刻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说着便抬手放在他的头上轻轻揉着。魏无羡猛地想了起来，生死的13年，那13年他一直都懵懵懂懂，处于一种混沌状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仿佛只是一场漫长的噩梦，梦里全都是咬他的凶尸，死去的江厌离。梦中总有一个白衣人在端坐弹琴，这是他的梦中唯一一个不让他疼痛、不让他恐惧的人。他有事没事就围着白衣人转圈，那个人好像一直在问他问题，他觉得这个人并无杀意，但下意识觉得如果回答他的问题，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。如此过了13年，重生后这场长长的梦就只剩下零碎的片段，而他又没心没肺，转眼就把这场梦置之脑后了。现在想起他围着转的，不正是蓝忘机吗？魏无羡突然有些心酸，他怎么会看不出来那是蓝忘机呢？同时又十分心疼，原来这13年他一直在不停地弹奏问铃，试图想找到他。蓝湛，那13年……魏无羡并没有继续说下去。蓝忘机看着他的表情，叹了口气，再次把魏无羡搂进怀中，安抚道：“已经过去了。”魏无羡很想说对不起，但是他知道如果说了，蓝忘机一定会很不开心，于是他只是静静地窝在蓝忘机的怀中。半晌，魏无羡从蓝忘机的怀中钻出一个小脑袋，冲蓝忘机眨了一下左眼，说道：“好啊，那我们说点现在的。”
然后就捏着蓝忘机的下巴，把自己的唇凑了过去。趁着蓝忘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魏无羡主动将自己的舌头伸进对方的口中，坏心眼地舔了一下蓝忘机的上颚。